毛巾是我们天天用的日常用品，你怎么也想不到，它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比如有颈椎的问题、血压的问题，都可以用它来帮你。首先，我教大家用毛巾赶走富贵包。现在的人都离不开手机，看手机的时间越多，脖子这里越容易出问题。富贵包就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。富贵包就是长在脖子后面的一坨肥肉，由肩颈部的脂肪过度沉积，导致后颈出现淤堵、经络不通造成的。下面我教大家用毛巾来对付富贵包。先找到一条毛巾，折成一条带子的形状，拿毛巾的中部放在颈椎富贵包的位置，然后双手拉住毛巾两端，向前下方用力，脖子向后使劲，并持续30秒。做的时候要感觉到两侧肩胛骨收缩才行。好，这样就为一次，反复做10次为一组，每次做3组，一天可以做多次。还有一些朋友有血压问题难控制的，也可以试试握毛巾来获得帮助。也是用一条毛巾卷起来，卷成一条棍子状，然后开始用力握住。这条毛巾棍子要稍稍用力，但是不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握，连续握住2分钟，然后松开休息1分钟。握完一边手，我们再换手。握的时候注意调节呼吸，不要憋气。为什么这样做对血压的问题有帮助呢？当我们手稍微用力握住毛巾时，肌肉紧张压迫血管，让血流减缓，流量变小，进而减轻单位体积内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，这样维持了体内血管的弹性，起到了改善气血供应和维心的作用。这2个方法都非常简单，有富贵包或者血压问题的，或者想预防这些方面的朋友，赶紧做起来。下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套更实用的护脊椎长寿体操，简单易学，大家跟着我们做起来。1. 拉毛巾。我们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用双脚内侧夹住毛巾的一头，双手拉住毛巾另外一头，膝盖尽量伸直，用腰部发力，就这样前后摆动身体，反复做10次。2. 踩毛巾。双手拉住毛巾的两端，然后一只脚踩在毛巾的中间部分，另外一只脚伸直，脚保持不动，用力拉毛巾与脚形成对抗，要平躺，保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换边。1、2、3、4、5，左右脚做完就为之一次，可以反复做5到10次。3. 举毛巾。自然站立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抬头挺胸，双手拿着毛巾两头，举过头顶，手掌心朝外，先向左边弯腰，保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再向右边弯腰，也是保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反复做10次。1、2、3、4、5，回正。1、2、3、4、5，回正。1、2、3、4、5，
回正。这套毛巾操一共3个动作，坚持做能疏通身体经络，锻炼身体内脏，护腰长颈椎。腰颈椎不好的朋友跟着多锻炼锻炼，坚持做1个星期，就会感觉腰会有明显的变化，身体上之前的一些僵硬部位现在也能活动自如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撞背功，它是由古代武术演变而来，到了今天它成为人人都可以做的长身运动。下面我教大家做，先找一面墙，或者背靠一棵大树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背对着墙，脚后跟距离大概1个脚的距离，然后全身放松，自然往后倒，再利用惯性快速反弹回来。撞的时候尽量使背部都接触到墙，左右肩胛骨、背的上部、下部、腰部尽量都能碰到墙上，接触的面积越大，对身体就越好。撞背的速度大概就是1秒钟撞击一下就行。往后倒的时候要稍稍用点力，以自身感觉到舒服为宜，但不能用力过猛，以免伤到自己。就这样反复撞击。刚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可以先做50到100个，后面再慢慢增加次数，循序渐进。坚持撞背，能够强壮腰背，同时能震荡胸部，宽松理气。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姿势，把2脚一前一后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身体。后背向后倒，手臂要弯曲，和肘部一起向后用力。等撞击墙之后，身体返回时，手臂也跟着返回。还有一个细节需要大家注意的，就是当后背撞击墙的一刹那，要大力的把气吐出来，在吐气的时候发出“呵”的声音。尽量争取后背绝大部分接触墙面，接触的面积越大就越好，也是每次50到100下，以后慢慢增加撞击的次数。记住，不管是哪一种撞背方式，头都不能接触墙面，以上的2种撞背方式都很好。好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来做，每天坚持撞背，让全身的经络通畅，对五脏、心肝脾肺肾都有很好的调养作用。同时经常撞背可以使紧张的背部肌肉得到放松，促进背部的气血循环，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，增强抵抗力。晨起做3个最养颜的动作，盘活全身气血，通淤堵，从头畅通到脚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晨起的那段时间是身体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。如果一睡醒就匆匆起床，身体从休息状态突然进入到活动状态，身体还比较僵硬，容易发生摔倒、磕碰。加上现在正处冬天，寒邪盛行，寒则凝，气血更容易淤堵，加剧供血不足，容易引发心脑血管问题等。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危险和常见的。所以早上起床时候不要急着起来，先做3个晨起长寿操，暖身体、通气血、唤醒活力。第一个动作，揉腹，2掌相叠，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按揉，揉36圈，速度要柔缓，用力要均匀，一圈接着一圈逐步扩大，甚至揉遍全腹。在揉腹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打嗝、排气的反应，这是正常的，是身体在排浊。揉完后，2拇指相对，其余4指从心窝上下推至指骨处，推36次。人体的腹部为5脏6腑之工程，阴阳气血之发源。推腹的过程中，胃经、脾经、胆经等经络都可以按摩到，所以经常推腹可以达到疏肝理气、
开胃健脾、补肾养心的效果。推完后，小肚子就会感觉热乎乎的，皮肤泛红，这是气血开始汇聚到腹部，开始疏通淤堵的经络。正如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说：“服以长谋，可去百病。”第二个动作，搓八髎。通过揉腹唤醒身体后，我们可以坐起来搓一搓八髎，激活全身气血。八髎穴不是单独的一个穴位，而是8个穴位的总称，位于腰顶部，左右各4个。我们用双手在八髎穴上快速来回搓揉，搓36次，很快会有一股热流从腰间向全身蔓延。八髎乃盘仓的气血汇聚之处，是调节人一身气血的总开关，而我们身上的很多病痛都跟气血不通有关，特别是在早上的时候，气血不通，气机滞留在体内，可能会出现头晕、目眩、身体乏力、精神萎靡、胸闷气短等。这时要多搓八髎穴，促进全身气血循环。搓完后，如果感受到腰椎处上有一股热流向四肢流去，就证明你的气血正在被疏通了。上手脚冰凉、上热下寒的人更要多搓八髎。另外，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腿疼痛的问题，乍看问题是来自腿部，其实最首要的就是疏通腰部气血了。当下肢关节肌肉出现疼痛、怕冷，就多搓我们腰部的八髎穴。第3个动作，垫脚跟。我们可以坐在椅子上，双腿稍稍靠拢，垫起脚跟，用力往下跺36下。脚是我们人体的第2心脏，它行气血，连脏腑，通内外。脚跟处刚好是肾脏的反射区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被称为人体自带的气血银行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宅在家中，不外出运动，这不但会影响我们感到寒冷，还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，增加血栓的风险。所以在家里闲时或者看电视时，最好跺跺脚，既促进了腿部血液循环，温暖全身，又强化了身体代谢。一定要坚持做好，每天早起坚持做这3个动作，通气血，滋养五脏，缓解疼痛，精神一整天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做。肝者将军之官，大家都要把它养好。腿上的这2条经络，我们要经常拍拍打打它们，帮助疏肝利胆。像肝郁爱叹气，常常心烦睡不好，肝不好的朋友，日常更要多疏通这2条经络。下面我教大家疏通。做之前，我们先准备好2个经络拍。这款经络拍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非常好用，可以疏通四肢、腰腿，全身都可以疏通得到，非常好，弹性十足，渗透力非常的到位，拍打在身上不会有硬物撞击的疼痛，用拍子来疏通很舒服。我们手持经络拍，从臀部开始拍打，一直拍打到膝盖外面，就是这一段，胆经就在我们大腿的外侧从这里开始，一下一下的拍打到这里，就这样反复的疏通。疏通胆经一定要在白天的时候拍，早上7、8点的时候最好，每次拍打5分钟以上，要拍打到胆经的路线上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最好。敲完一边，我们再换另外一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就这样从臀部往膝盖方向拍打，可以数着拍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拍打5分钟以上。我们在拍的过程中，仔细感受一下自己的胆经路线有没有特别疼痛的地方，或者有经节硬点的那些地方，如果有，就稍稍用力把这些地方重点拍一下，要把它疏通开。敲完胆经后，到晚上睡觉前，我们就要疏通肝经了。
肝经和胆经的路线刚好相反，肝经在大腿的内侧。我们可以用2个经络拍，从大腿的根部往脚踝方向拍打，好，就像我这样。时间也是敲5分钟以上。在敲打的过程当中，仔细感受一下肝经的路线有没有特别痛的点或者硬结，这些地方呢就是淤堵点，一定要重点疏通开。早敲胆经来生阳气，晚敲肝经睡眠好。大家有时间的坚持敲打肝胆经，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。比如有些朋友身体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小毛病，也查不出具体的原因，坚持拍打，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改变。要养肝的朋友，也要坚持疏通肝胆经；睡眠不好的朋友，也要坚持疏通肝胆经；经常熬夜、喝酒伤肝的朋友，更要坚持敲打；经常发脾气、爱发火的女性，更要坚持疏通。不想骨头变得脆，这3步要少吃，比味精还伤骨骼。有的人咳着把肋骨咳裂，打个喷嚏把腰闪了，还有人本来想打个蚊子，结果手腕骨折了。现在的人骨头越来越脆，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骨脆，其实不然，年轻人也有很多。最近流行的脆皮大学生就是说明，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极其伤骨骼的食物，大家可能经常吃，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偷走我们的骨骼健康。第一个，高盐食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味觉与嗅觉都在退化，炒菜时喜欢多加盐，还特别喜欢吃咸菜、腊肉等。但高盐食品是一种偷钙的食物，人体盐的摄入量越多，尿液中钙的排出量也越多，长此以往，骨质变薄易碎，所以尽量少吃高盐食品。第二个，肥肉。肥肉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会抑制骨质的吸收，还会加速钙质的流失，从而会引起骨质疏松。第三个，碳酸饮料和酒精。碳酸饮料是腐蚀骨骼的一大元凶，长时间大量喝入碳酸饮料会阻碍钙进入体内，久而久之，骨质会变得越来越脆。另外，酒也要少喝，酒精不但会让骨质变差，还会影响骨头的愈合能力，所以这3样食品要少吃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中老年朋友或多或少都受骨质疏松的困扰，经常有腰酸背痛、腰腿乏力、上楼费劲等表现，还会因摔倒、咳嗽、轻微活动等而发生骨折。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、卷心菜、豆制品等含钙丰富的食物，还要多晒太阳，促进钙的吸收，避免长时间坐着或站着。另外，今天分享一个实例，96岁的国医大师郭成杰，他的骨骼密度远超同龄人，靠的不是钙变，还是一套按摩法。第一步，来回搓腿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夹住大腿，力度适中的来回搓揉腿部，一直搓到小腿。反复搓30下，这样能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，减缓肌肉萎缩，让你的腿脚更加有力。第二步，抬腿，坐在椅子上，抬起右腿，与地面水平，保持5秒，然后放下，再抬左腿，保持5秒，放下，反复做10到20组，早晚各1遍。抬腿时能不断的拉直、放松腿部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肌肉长了，骨头就会受到保护，有利于增加钙的储存。做完后揉揉双腿，放松腿部肌肉，减轻酸胀感。第三步，桌揉法，坐在椅子上，手指按住膝盖4个穴位，食指点住内膝眼，中指点住外膝眼，
大拇指控制血海，小指控制梁丘，稍稍用力的搓揉，按3到5分钟。膝盖相当于人体的气血中转站，为小腿和大腿输送营养。搓揉膝盖周围的穴位，可以舒筋活络、益气补血，滋养我们的骨头。当我们膝盖冷或膝盖疼痛时，都可以搓一搓这里。年龄越大，越要重视骨骼的问题，因为它不会喊疼，一旦喊疼了，情况就很严重了，所以要及早预防。俗话说人老腿先老，中老年人如何练就一双不老腿呢？秘诀就是一招踏云步，让你的腿脚更轻松灵便。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想走路，就天天坐在家里看手机、电视，结果衰老得更快，浑身都是毛病。平时我们在家里就要练一练踏云步，帮助我们长腰健腿，到80岁还能健步如飞，不给子女添麻烦。我们一手扶着墙或者椅子，抬起没有扶墙那侧的腿，大腿和脚掌与地面平行，小腿斜着向前蹬，蹬到腿伸直，脚尖往回勾。好，腿收回来，再斜着向后蹬，收回来，往前蹬，后，就这样一前一后为一组，重复做21组。注意不要用力过猛，要匀速，避免身体失去平衡。前后前后，这个动作熟练以后，往前蹬时小腿尽量抬高点，往后蹬时小腿也尽量抬高点。整个动作就像腾空踏云一样，身体有一种向上提升和向上拉伸的感觉，改善双腿的力量、柔韧性和平衡性。很多老年朋友在走路的时候容易摔倒，我们练习踏云步这个动作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还不伤膝盖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另外一只脚做。其实不光中老年人，年轻的朋友也要多做。很多年轻人下班回到家后，双腿总是异常沉重，毫无力气。这个时候练一练踏云步，给双腿重新灌注新的活力。好，做完这种动作，再去摸我们的双腿，会发现原本僵硬的肌肉现在松软，弹性十足，连带腿上的那股沉重感也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由内而外的轻盈感。大家先收藏起来，每天跟着做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，就是身体经常会这里痛那里痛，比如腰背、肩膀、腰腿等等，这些地方就是感觉到不舒服，但是又检查不出什么具体的问题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，它也被称为身体的阳气窝，它调理身体这方面就有神奇之处。没错，它就是我们手上的后溪穴。下面我带大家找到它。我们微握拳，掌横纹的尽头处，这里凸起的地方就是后溪穴。这个穴位它在肉里面藏得深一些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的指尖来按揉它，稍稍用力，先点按1分钟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点按，稍稍用力，感觉到宣胀微痛感为极。点按1分钟，然后再旋转点揉1分钟，先顺时针，再逆时针。做完一边手，我们再做另外一边手。先点按1分钟，再顺时针点揉1分钟，再逆时针点揉1分钟。
可能很多人没有用过后溪穴，其实它的作用非常多。它是八脉交汇穴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穴位，它和身体的很多部位的血脉相沟通。它通耳朵，耳朵上的问题，比如耳朵响、聋，都可以通过疏通后溪穴得到帮助。它通咽喉，喉咙有问题的时候，就是上火的那种红痛，疏通后溪穴会有很好的帮助。它通督脉，就是脊柱这里，所以颈椎上的问题，比如颈椎酸痛，疏通后溪很管用。它通小腿，有些人小腿这里紧疼爱抽筋，疏通后溪也会缓解。它通脖子，爱落枕的人平时也可以多疏通后溪穴，因为我们的小肠经正好顺着肩膀上行到脖子，所以落枕的时候疏通后溪穴，疏通小肠经，很快落枕就好了，能促进阳气的生发。而它又四通八达，能通达的地方很多，特别是能通达督脉。督脉主一身的阳气，人体的疼痛大多数是由于经络不通、阳气不达导致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人体的阳气也在慢慢衰退，阴寒之气沉积在经络关节，所以呢，老年人很容易出现各种身体的疼痛。疏通后溪穴能够通畅督脉，激发阳气，缓解身体的各种酸痛感。平时有空的中老年人一定要多疏通后溪，除了用手来按揉，我们还可以敲击一下后溪穴。像我这样左右手的后溪穴相互敲击，力度适中，不需要太大力，敲击3到5分钟。或者平时坐着上班的上班族，坐的时间长了，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，马上把自己的双手后溪穴按压在桌子的边缘上，用腕关节带动你的双手来回的这样转动，先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然后又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就这样不断交替转个几分钟。这样做也能很顺利的刺激到后溪的位置。或者你不小心扭到腰，或者着凉了，导致腰部受凉、酸胀疼痛，疏通后溪穴也有很好的帮助。可以一边疏通，一边微微的转动一下自己的腰部，疏通几分钟，你就会发现腰部又能活动自如，疼痛也缓解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人未老，发已白，很多人中年刚到，已经满头白发，早生白发已经成为很多人挥之不去的一道梗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早生白发的养生调理法，大家坚持每天做。1. 两鬓白发，肝胆受阻，重点疏通肝胆经。我们可以用经络拍打腿外面的胆经和里面的肝经。先拍胆经，疏通胆经，我们从臀部开始，一直拍打到脚踝。这样就是1趟，反复拍打21趟，再换脚。疏通完左右的胆经，我们再疏通大腿内侧的肝经。现在我们疏通大腿内侧的肝经，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可以同时疏通左右的肝经。从腹股沟开始，一直拍打到脚踝，来回拍打21趟。2. 颠顶白发，督脉受阻，重点疏通督脉。我们可以用经络拍打后背整条督脉，能够把力度渗透进去，打通周身气血。好，现在我们拍打督脉，从大椎一直拍打到我们的尾椎。拍打的时候要稍稍用力，这样才能够震动到整条督脉。每次拍打21趟。3. 满头白发，气血受阻，全能的十指梳头法上场。每天早上将双手搓热，
由前发际线梳到后枕。我们先梳中间的督脉，每次梳21趟，然后我们再梳两侧的胃经和胆经，也是每次梳21趟。注意食指梳头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一定不要用到指甲，要用指部去做，直到皮肤微微发热即可。每次食指梳头后，你的头会明显感觉到轻松多了。好，早生白发的朋友，每天坚持做以上的动作，坚持几个月以后，或许你头发上的白发就不见了，长满了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。臀部易堵，全身受苦。现在天气转冷了，我们要重视一个最容易藏寒毒的地方——臀部。臀部位于人体的中部，是连通上下肢的交通枢纽，也是最容易出现循环阻塞堆积的地方，就像一个垃圾场。身体的毒素浊物都在这里堆着。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屁股，是不是发凉僵硬？轻轻拍打就很痛，说明经络不通。我们要及时把这里疏通，让臀部暖起来。第一步，拍打环跳穴，激活臀部的气血循环。环跳穴降脚，我们站直了，我们可以在臀部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，这就是环跳穴的所在。找到这个区域之后，我们双手握空拳，匀速拍打两侧环跳，力度由轻到重，以感受到宣胀麻麻的感觉为最佳。拍打环跳可促进我们臀部气血的循环，气血足了，臀部冰凉的感觉也就散掉了。我们连续拍打3到5分钟环跳。第二步，搓八髎，打通阳气的通道。八髎在我们的腰底部，大概就在这个区域，我们双手一覆盖就能盖到，然后我们在八髎区域上快速来回的搓揉，很快会有一股热流从腰臀部向全身蔓延，全身暖暖的，这是气血通了的表现。每天搓揉300下，保证八髎通畅。八髎被誉为打开臀部气血的开关，搓揉八髎能把热力注入下焦，打通臀部淤堵，驱寒排湿。手脚冰凉、屁股寒、上热下寒的人要多多搓八髎。